这是家被称为德鲁纳酒店低配版的解忧路边摊，老板娘是一个活了500多岁的女人。月珠出生于一个巫女世家，从小就有一个特殊的本领，可以进入别人的梦境排忧解难。这天，月珠被召进宫为昏迷不醒的太子治病。原来皇室杀孽深重，各种冤魂缠绕着太子，月珠便日夜守在太子身边，替他安抚冤魂，解开梦境。很快，太子便恢复了意识，但经常会无缘无故的傻笑。皇后担心是解梦落下的后遗症，于是让侍女再次召月珠进宫。邻居们得知月珠治好了太子，还得到丰厚的赏赐，便开始极度的嚼舌根，说他一定是用巫术蛊惑了太子，想趁机成为王妃。皇后得知后非常生气，预知到危险的母亲让月珠和自己互换衣服，连夜离开，并将自己的发簪交给她，说发簪会带她遇见命中的贵人。谁知月珠刚走出村子，就看到家里燃起了大火。当他赶回家，母亲已经遇害。他去官府申冤，结果被打了出来。万念俱灰的他来到神树面前，许下了世界上最狠毒的诅咒，接着便在神树上自缢。这时母亲送给他的发簪掉落，他的怨恨化作烈火迅速蔓延，万千光点汇聚在他周围，保佑国家的神树被燃烧殆尽，10万百姓因他的诅咒失去生命。作为惩罚，阎王让他重返人间，为10万人排忧解难，了却遗憾。为了尽快完成剩下的9个指标，月珠决定聘请德华做助理，因为德华有一个超能力，任何人只要碰到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吐露心声，这对月珠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惊喜。如果有了德华的帮忙，客人们就会迫切说出烦恼，那帮他们排忧解难完成业绩就是分分钟的事了。于是他将德华推向一群大妈，大妈们碰到德华就一拥而上，疯狂吐槽着生活的不满。德华被追着满超市跑，月珠要挟他要把大妈们喊过来，德华无奈只好答应了他。不过等事成之后，月珠要帮他关上天灵盖，变成一个普通人。回到家的德华刚好碰见房东大婶，一直以来大婶对独居的德华非常照顾。德华看出大婶忧心忡忡，便将他带到月珠的路边摊。大婶在触碰到德华的一瞬间，开始讲述埋藏在心底的秘密。原来大婶年轻时和闺蜜爱上了同一个男人，没想到最后男人却和自己的闺蜜结了婚，还生下一个女儿。幸福的一家3口让大婶很是嫉妒，她开始浓妆艳抹，整天喝个烂醉。这天她借着酒劲向男人污蔑闺蜜外面有人，女儿也不是她的亲生骨肉。男人回到家和闺蜜大吵一架，然后开车离开。酒醒后的大婶十分后悔，急忙赶去闺蜜家想要解释，闺蜜追出门却被驶来的汽车撞倒。这一幕就发生在大婶眼前，她没想到自己随意编造的谎言竟然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她将闺蜜的女儿抚养长大。如今的她得了癌症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女儿。她想让月珠帮忙找到女儿的亲生父亲。月珠听完大婶的故事十分恼火，500年前自己就是被谣言搞得家破人亡。她将大婶赶了出去，可德华并没有放弃，他偷拿了可以进入梦境的月灵酒，没想到却被大婶的女儿误喝。德华想要叫醒她，却被拖入了梦境。如果不会解梦，那就会被永远困在这里。幸好月珠及时赶到，梦境里全是大婶抚养女儿长大的画面。大婶为了赎罪终身未嫁，她对养女视如己出。月珠也被眼前的画面感动了。这时梦中突然响起了警报声，原来现实中的大婶生命垂危，阴间部长想要收走大婶的灵魂，却被月珠阻止。他恳请部长晚几天再来。大婶拿出一张年轻时的照片，上面正是女儿的亲生父亲。经过大叔一番打听，很快便找到了老人。可他如今已经失忆，不记得自己的姓名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妻女。即使德华使用超能力，也无法让老人吐露心声。没办法，他们只能进入老人的梦境，寻找他尘封的记忆。通过石桥，他们来到老人记忆的最深处。石门的后面就是老人遗忘的记忆，可石门竟然自带密码。他们只有3次机会打开石门，否则就会掉下万丈深渊。月珠随手就是4个1，悬空的石桥开始坍塌。大叔埋怨月珠太过随意，谁会设置这么简单的密码？于是经过一番缜密的推理，大叔胸有成竹地按了4个0。不得不说，真是个鬼才。看着石桥再次坍塌，3人被吓得缩成一团。大叔再次想起手机上有老人的生日，于是让德华掏出自己的手机查看。慌乱中，手机不慎跌下深渊，眼看回去的路断个精光。突然，德华想起大婶曾告诉过他女儿的生日，于是小心翼翼地输了进去。门竟然被打开了，门后是老人一家3口幸福的画面。由于老人失忆，导致这些画面变得灰暗。只见月珠一个响指，记忆瞬间恢复了色彩。老人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，他找到女儿，将真相告诉了她。其实女儿早就知道大婶不是自己的生母，但她发现大婶是真的很爱她，为了供她上大学，每天打好几份工。在得知女儿将要出嫁，大婶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给她当嫁妆。回忆一幕幕出现，女儿跪在大婶的灵堂前痛哭不止，诉说着她对大婶的不舍。为了赎罪，爱美的大婶一辈子没有再打扮过自己。大婶如今了却了心愿，也可以安心的离开了。本以为要下地狱的她，却被阴间部长带到了天堂，看见了多年未见的闺蜜，两人相拥在一起。闺蜜感谢她对女儿的照顾，也正是得到闺蜜的原谅，才让大婶来到了天堂。就这样，德华再次帮月珠完成了一个指标。月珠催促德华继续招揽客人，
可德华却谈起了恋爱，工作也不积极了。看着惨淡的生意，月珠十分恼火。直到这个男人的出现，月珠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。